我直播算命，网友连线求助。我妹妹去云南旅游，失联好几天了。大师，你能找她在哪吗？网友发过来的视频里，小姑娘正在捡蘑菇，弹幕纷纷猜测那姑娘是被拐卖了。只有我在看到视频后变了脸色。红头鬼姑，不好，你妹妹是被红头鬼姑控制了。就在这时，网友家被敲响。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叫心怡，是玄清观道教学院首届毕业生，目前靠直播算命养家糊口。这天我刚一开播，直播间就涌进了不少人。我熟练到一挂一个热气球，待会我发个红包，抢到红包的人才能打赏，大家量力而行。直播间的网友早就等不及了。心仪大师，我等你等的花都谢了，快，等不及了。我设置好红包发了出去，几乎秒没。今天晚上第一个抢到红包的人是个名叫冒险家的网友，他一打开直播连线就声音急迫道：大师，您能帮忙找人吗？我问他，你要找谁？我妹妹。冒险家的脸色疲惫，看起来好几天没睡好觉了。我妹妹今年刚刚考上大学，暑假一个人去云南旅游，可就在3天前她失联了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她的消息。大师，您能算算她在哪吗？我沉吟片刻，你把她的生辰八字私发给我，另外你跟她最后联系是什么时候？冒险家一听连忙点头应了。他把妹妹的生辰八字发给我后，就翻出手机给我们放了一段视频。大师您看，这是我妹最后发给我的，发完这个视频没多久我就联系不上她了。视频里是一个长相可爱的年轻姑娘，穿着一身防风衣，蹲在地上。她身后是一片树林，正在下着小雨。她的声音清亮，哥，你看，我现在在山上捡菌子呢，我还捡到了牛肝菌和珊瑚菌呢，等我回去带给你。她拿着手机转了一圈，然后就挥手再见了。视频结束，冒险家的眼睛都红了。大师，您帮帮我吧，我父母早逝，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要是出了事，我也活不了啊。网友们议论纷纷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建议你去报警，这明显就是被拐卖了呀。搞笑呢，妹妹失踪了你不报警，还在这算命，这主播一看就是个骗子啊，你还真信？楼上新来的吧？现在居然还有人不信心意大师，我没看这些弹幕，只是看着冒险家刚刚暂停的视频，眉头轻皱，你把视频再放一遍。冒险家乖乖照做。停！我喊道，1分50秒到2分03秒，这段再放一遍。看过我直播的网友已经察觉出来不对劲了，心意大师是不是看出来什么了？怎么了？卧槽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你们看这姑娘背后左下方的蘑菇是不是动了？真的假的？冒险家也看到了这些评论，他脸色一变，把视频再次重放了一遍。这次大家紧盯着那个位置，镜头晃动，那朵红色的蘑菇出现仅1秒钟，等镜头再次转回来时，大家清楚察觉到它的位置变了，它离冒险家妹妹更近了些。冒险家惊恐道：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是红头鬼菇。我沉声道，这是一种生长在森林深处里的鬼物，以冤魂怨灵幻化而成，成型后呈红顶伞状，不仔细看的话就容易把它认成普通蘑菇。它会寄生在活物身上，汲取活物的养分，控制它们的行为思想，直至找到下一个活物为止。冒险家快急哭了，大师，那我妹妹呢？我抿了抿嘴，你妹妹怕是已经被红头鬼菇控制了。这话一出，网友瞬间沸腾，好吓人啊！那小姑娘还有救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敢进山捡蘑菇了。呜，主播别危言耸听了，我就是云南人，这不就是普通的红头菇吗？就是现在的主播为了骗钱真没底线。底下附和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目光一凝，把那个视频中的一张画面截图出来。怎么，你们那的红头菇也长了一张这样的鬼脸？图片并不清晰，但还能看出来那个红头鬼菇上有一张狰狞骇人的鬼脸。这下那些人彻底不说话了。冒险家抱着头，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。我正要说话，对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咚咚咚咚咚。冒险家愣了一下，费力从电脑前站起来，往门口走去。谁呀？女生语速极慢，声音从寂静的房门外传来，有些诡异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冒险家猛地抬头，立刻趴在猫眼上。几秒后，他一脸欣喜的要去开门。小英，等一下！我一声厉喝，让冒险家回了神。他的手握在门把手上，看着屏幕，神情激动。是我妹妹，门外的那人就是我妹妹。我面无表情看着他，是你妹妹，还是被红头鬼菇控制的妹妹？冒险家咽了口唾沫，冷汗渗了出来。我安抚他，别紧张，也别害怕，按我说的做。我让他把直播换到手机上，然后拿出蓝牙耳机戴上。外面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并且越来越快，女生的声音逐渐变得狂躁。快开门，哥，快给我开门，快给我开门，我快渴死了。他这个状态明显不正常。冒险家惊恐地看着大门，浑身僵硬。去开门，你妹妹说不定还有救。听了我的话，他眼睛亮了亮，握了握拳头后，一步步往门口走去。他按下门把手，咔嚓，大门被打开。
门外走廊上的灯光一闪一闪，一个脸色苍白的女生站在门口，披头散发，面无表情。冒险家声音都在抖，小英。女生看着他，声音没有任何情绪，哥，你怎么不给我开门？冒险家强装镇定，哥刚才在上厕所呢。女生的视线从他脸上移开，绕开他，走进了房间。直到这时，冒险家才发现妹妹竟是赤着脚的，她的脚踩在地板上，留下一个个脚印。我沉声道，蹲下看看。冒险家看了一眼正往卫生间走的妹妹，然后迅速蹲了下来，把手机镜头对准那些脚印。直播间的网友被吓坏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些白色的粘液到底是什么呀？好恶心！我解释道，这是红头鬼菇吸收完宿主养分后排出来的分泌物。就在这时，镜头前突然露出一双苍白的脚。冒险家的手一抖，镜头下意识上移。女生低头看过来，毫无血色的脸在镜头里迅速放大。她的脸凑到手机前面，哥，你在干嘛？就在她张嘴说话的时候，直播间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她的嘴里长满了红色蘑菇。冒险家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手机也掉在了地上，屏幕正朝着上面。女生的脸不断靠近，她朝着手机伸出了手，别发愣了，快稳住她。我在冒险家耳边提醒道。她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听我的话，强装镇定，一把将手机从地上拿了起来。她爬起来，笑得牵强，哥刚刚没站稳，不小心摔了一下。女生盯着她看了好几秒，然后慢吞吞站了起来，继续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卫生间的门被关上，然后传来一阵水声，吓死我了！卧槽，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我看花了眼。他嘴里是真的长蘑菇了吧？直播间弹幕开始讨论起来。我点头，这就是被红头鬼菇控制的特征。冒险家压低了声音，大师，大师救救我妹妹！大师救命啊！我沉吟片刻，你得帮我确认一下她被控制的程度。待会她出来的时候，你找机会看一下她的后脖梗，如果那里也长出了蘑菇，那你妹妹就真的没救了。冒险家冷汗直冒，频频点头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他把手机放在胸前的口袋里，摄像头刚好能露出来。深呼吸了好几口气，他好不容易镇定下来。卫生间的水声迟迟不停。我跟网友解释道，红头鬼菇喜欢湿润的环境，离不开水，所以才会这么饥渴。大概3分钟后，卫生间的门从里打开，女生步伐僵硬地从里面出来，脸和头发上都沾上水，面色却诡异地红润了些。冒险家慢慢走过去，强忍着恐惧去拉她的手。小英，来，先坐。他把女生拉到沙发前，颇为无措地站着。哈哈哈哈，你看你头发乱的，我给你扎一下吧。非常特别，极其的不自然。直播间的网友都惊呆了，这位仁兄的演技还能再差点吗？他就差直说让我看看你的后脖梗了，虽然很恐怖，但我现在真的想笑。可女生却仿佛并没有多大反应，坐在沙发上神情呆滞。冒险家走到她后面，颤抖着手给她扎头发，伸手撩起头发的那一刻，他眼睛亮了。没有，他后脖梗没长蘑菇。心意大师，你快出手救救他吧。女生后脖梗光滑白皙，没有红头鬼菇寄生的痕迹。我松了口气，沉声道，接下来我的话你听好了，能不能救你妹妹就看你了。红头鬼菇靠寄生活物增长修为，本身的攻击力度并不大，所以你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想制服被控制的妹妹不算太难，难的是该怎么把鬼菇从你妹妹的身体里引出来。在我的解释描述下，冒险家对红头鬼菇的恐惧小了不少。他慢慢靠近女生，在女生起身的瞬间，从后面将她死死抱住。女生挣扎起来，喉咙里发出难听的嘶吼声。小英，小英，你别害怕，哥会救你的。冒险家眼睛都红了，可却半点没松手。他把女生按在沙发上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才用旁边架子上挂着的腰带把她双手反捆上。直播间的网友看得心惊肉跳，要不是知道他在干嘛，我看到这个场景指定要报警，看得我汗都出来了，太紧张了。女生倒在沙发上不断挣扎，朝着冒险家不停大吼，张大的嘴巴里那些密密麻麻的红色蘑菇清晰可见，格外瘆人。我指挥冒险家把你家门窗全部关紧，然后把空调打开，温度调到最高。红头鬼菇怕高温，受不了室内的温度太高。冒险家连忙跑去把家里的空调全都打开，还从储藏室里找出了取暖器，对着女生烤了起来。女生在沙发上不停翻滚，脸上青筋暴起，嘴里一直嚷嚷着好热好热，我要被烤干了，好热好热，哥哥我好热呀。看到妹妹这么难受，冒险家也着急，大师好了吗？我妹妹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我观察着女生的状况，再等等，快了。随着室内温度不断升高，女生的状态也越来越虚弱，皮肤表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。我眸光一凝，你快去拿个盆。冒险家愣了一下，啊，快去啊。他虽然心头还有疑问，但一想到妹妹这么难受的样子，便也顾不上太多。他径直冲到卫生间，拿了个水盆出来。
出来时，妹妹小英已经从沙发摔到了地上，不停翻滚挣扎，叫声凄厉：“哥，救我！快把这个取暖器关了，我快被烤干了。”冒险家狠心撇开了头，不愿再看妹妹痛苦的样子。大师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接下来咬破你的中指，把血滴在离她1米远的地方。你妹妹被鬼菇寄生的时间不短，高温让她受了伤，此时她需要找到一个新宿主，补充大量能量。我需要你用自己为饵，把这红头鬼菇引出来。冒险家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咬破了自己的中指。他把血滴在地上，脸上闪过一丝决然，只要能救我妹妹，我怎么做都行。随着他的血液滴在地上，女生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大，皮肤表面蠕动的那些东西也全都开始往一个地方涌去。弹幕沸腾了，卧槽，我头皮发麻了。说真的，看完这场直播以后，谁还敢吃菌子啊？快看，要出来了！屏幕里，女生浑身一颤，眼睛上翻，只能看见她的眼白。她的嘴巴大张着，喉咙不断发出呵呵声。突然，一个蠕动的东西从女生的嘴里猛地钻了出来，直直冲向那滩血。快，把它扣住！我一声低喝，冒险家眼疾手快地把水盆倒扣在地上。那团东西察觉到了危险，在水盆里上下撞击着。冒险家整个身子都压在上面，勉强能压住他，而女生则躺在地上陷入了昏迷。冒险家又怕又急：“大师，我妹妹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”我安抚她，“红头鬼菇已经从你妹妹身体里出来了。”她松了口气，趴在水盆上，样子有些滑稽。“大师，接下来怎么做？”“别急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开始打电话。“你那地方离我有些远，过去不太方便，我摇个人。”5秒后，手机被接通。“师姐，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想我了吗？”是个非常开朗明亮的男生。我声音毫无波澜：“想多了。17里桥应该在你家附近吧？有件事需要你去处理一下。”3下2下把事情交代了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师弟已经去你家了，他虽然比不上我，但实力也还行。你再坚持了10几分钟，等他去你家就帮你收了这鬼菇。至于你妹妹，休养几天，补补就好。冒险家趴在水盆上，神情激动：“呜呜，谢谢大师，我待会一定去直播间给你刷礼物。”但是他有点好笑，确实好笑，但也真的是位好哥哥。我看着旁边正在抠脚的自家哥哥，忍不住踢了他一脚。弹幕氛围轻松了不少。我又安抚了冒险家几句，这才断开了直播连线。科普了一下红头鬼菇的样貌特征和出现地区后，我就收到了冒险家的报平安私信。我勾了勾唇角，抬手发出一个红包。来，下一卦开始了。第2位抢到红包的是位名叫咸鱼翻身的网友，他一抢完红包就给我打赏了一个热气球。点击连线后，一张清丽的面孔出现在屏幕里，是个很有韵味的美人。主播你好。我点头，你好，你想算什么？他抿了抿嘴，神情有些犹豫。我不是自己算，我想给我老公算一下，他最近事业上有些不顺，想让您帮忙算算。行，你把他的姓名还有生辰八字发给我。咸鱼翻身动作很快，我点开他的私信，看着里面的信息，掐指算了算，眉头一皱。大师，怎么样？他小心翼翼地询问。我沉声道，他已经死了。这一句话直接让整个直播间炸了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吓死人了！主播不要乱说。咸鱼翻身脸色煞白，你说什么？我老公今天还在上班呢，怎么会死？他一边说一边打电话，神色焦急。嘟嘟嘟，几声忙音后，电话被接通。喂，老婆。咸鱼翻身立马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有些不悦地瞪了我一眼。有些刚进直播间的网友开始骂我了，为了博眼球居然咒人家老公。主播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我要举报你，太让人生气了。当然也有为我说话的，但很快也被人炮轰了。我没理会那些人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那头的女人。我不可能算错，你老公确实已经死了。女人一听，当即就要发火。我又补充了一句，确切地说，是你给的这个生辰八字和姓名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弹幕懵了，有区别吗？不还是咒人家老公吗？心意大师的意思难道是这个生辰八字是假的？咸鱼翻身看到这个弹幕，立马反驳道，不可能，我跟我老公认识7年了，他的生辰八字我怎么可能认错？我问他，你跟你老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他回道，大学时。怎么了？正说话时，他那边突然传来一心一寺红头鬼菇 2GT22 阵门铃响声，随即就是男人的声音，老婆，我下班回来了。咸鱼翻身冷笑一声，我老公回来了，你现在还说他已经死了吗？男人从门外边走进来，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戴着眼镜，一副都市精英的打扮。他走到书桌前，在女人脸上印下一吻，我先去洗澡了。咸鱼翻身脸上满是幸福，他们旁若无人的在屏幕面前秀起恩爱。弹幕上一群单身狗在哀嚎，还有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嘲讽我。等镜头前的男人走后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咸鱼翻身，错了。他愣了一下，什么？
你给我的生辰八字错了，那个生辰八字根本就不是你老公的。他震惊极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不可能记错。我看着他，如果你没记错，那他一开始跟你说的就是错的。而我要说的远远不止这些。从你老公的面相来看，他家境殷实，书香门第，但他本人在学术上却并没有天分，从小厌学，应该是考不上大学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咸鱼翻身就打断了我，胡说八道。我老公是正儿八经的985名牌大学毕业生。我也理直气壮，不可能，他这个面相就不可能考上大学。弹幕都在骂我，咸鱼翻身气的脸都红了，但能看出来他教养挺好，忍住没骂我。弹幕里终于有人点出要点，难道他的大学是偷来的？我勾了勾唇角，一打响指，对了，所以他对枕边之人所说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也都是错的，这些可都是他从别人那偷来的。咸鱼翻身彻底受不了了，你别再胡说了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是不是胡说？你可以亲口问问你老公。正说话呢，她老公穿着睡袍从外面进来了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怎么感觉你在跟别人吵架？男人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抬头看向屏幕，疑惑道：你在看直播吗？这主播干什么的？咸鱼翻身心神不宁，随口答道：算命的。她老公脸色微变，你怎么还信这种骗人的东西？说罢，他转身要走。咸鱼翻身一把拉住了他的手，老公，我把你的生辰八字发给他了，他居然说你没有大学命，你的大学文凭是偷来的，你快把大学毕业证拿给他看看。男人一听这话，脱口而出，谁让你把我的生辰八字随便发给别人的？还是这种招摇撞骗的骗子？他的语气表情太过严肃。咸鱼翻身被他吓了一跳，老公，可男人就不管不顾地推开他，俯身就要把直播关了。他那张大脸一靠近，大家看得更清楚了。直播间现在观看人数100多万，还有很多同城的。有人犹豫地开口，我感觉他长得跟我老公发小挺像的，而且左边眉毛上都有2个痣。他发小的爷爷以前就是高中校长，家里关系挺硬的。我老公上学时挺混的，跟他这个发小经常一起旷课去网吧。奇怪的是，后来他那发小居然考上大学了，而且一考上大学就跟这些朋友全部断了联系，我老公还骂过他呢。其他人全在吃瓜。卧槽，真的假的？你老公发小叫啥名啊？那人回答：方胜。而屏幕这头，男人并没有及时把直播关了，因为咸鱼翻身已经回过神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发了火：沈安林，你居然敢推我！他不管不顾地扯着男人，两人陷入拉扯，而网友们则抓住了滑点。沈安林，不是方胜。卧槽，他还真是顶替了别人去上了大学呀。而先前发生的那位网友动作很快，我去问我老公了，他们以前班里确实有个叫沈安林的同学，家境不好，但是学习成绩特别好，当时他高考落榜，所有人都没想到。我老公给我看他们的毕业照了，那个沈安林跟这个男人长得完全不一样。网友沸腾，我去，破案了！这个方胜顶替沈安林去上了大学，偷走了他的人生，名牌大学毕业，迎娶白富美，还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可恶啊！等等，如果心意大师算的是真正的沈安林的生辰八字的话，那就是说沈安林已经死了。友友们稍等，我老公去打探消息了。网友们此时纷纷化身福尔摩斯，眼看着就要把方胜的底裤给扒了。方胜这下彻底慌了神，他一把将咸鱼翻身推在地上，急急忙忙要过来关直播。在他即将断开直播的那一秒，我说话了：你不想活了？他眉头紧皱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抬眸看着他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沈安林已经缠上你了，他要把你一起带走，不出3日你必死无疑。我话音刚落，之前的那个小姐姐又冒了出来，她像个情报站站长一样开始科普，打听到了，那个沈安林确实在上个月死了。听老家的人说，他自从高考落榜后就一蹶不振，家里又没钱给他复读，只好去工厂打工，这一打就打了7年。上个月他在去城里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哦对了，据说当时他手里拿着一份很久以前的录取通知书。方胜看到了这些话，整张脸瞬间变得煞白。我不紧不慢地问道，这段时间就没发生过什么异常的事吗？比如过马路时老是走神，再比如晚上睡觉开始梦游，总往危险的地方去。我每说一句，方胜的脸就更白一分。方胜开始害怕了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面前这个年轻的女主播说的话全是对的。他这几天过马路时频频走神，好几次都差点出事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太阳当头，他却觉得身体一阵发冷。还有，他以前从来没有梦游的毛病，可就在前天晚上，他半夜突然起床，走到厨房，拿起菜刀要往自己手上剁。幸好被上厕所的老婆看见，不然他的手就保不住了。越想他越心惊，握着鼠标的手开始颤抖起来。我静静地看着他精彩万分的脸色，没说话。方胜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神情灰败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啧了一声，我都说过了，是沈安林想带着你一起走呢。咸鱼翻身震惊地看着方胜，什么意思？你原名到底叫什么？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居然瞒了我这么大的事？顶替别人上大学的该不会真是你吧？
你说话呀！方胜心烦意乱，被他吵得彻底崩溃。他直接站起来甩了他一巴掌，给老子安静点，别跟个疯婆子一样在这吵。咸鱼翻身彻底呆住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直播间的网友们全都在骂他，我也沉了脸色。咸鱼翻身捂着脸，哭着跑出来房间。很快，大门处传来一阵关门声。方胜抱着头，冷汗直冒。大师，您能不能救救我，帮我把那些脏东西收了吧？大师，你帮我一次，我会出高额报酬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说实话，我并不是很想帮你，毕竟你做的这些事我真的很瞧不起。但我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主播，既然收了你老婆的打赏，那我就给你指点一条生路。方胜脸上一喜，大师快说。我喝了口水，目光沉沉地看着他。第一，你得公开向沈安林道歉，你得把从他这偷走的名字还给他。第二，公开你顶替他人上大学的事实，你的大学毕业证还有现在的工作也别想要了。第三，你得赡养沈安林尚在人世的父母，替他尽孝。我越说，方胜的腰就越弯，到最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。我没管他，继续道：沈安林能不能原谅你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反正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建议你这2天先去玄清馆求个平安符带着，你现在体内阳气太少，怕是等不到沈安林来向你索命，自己就先挂了。方胜呆愣了一会儿，还是不死心。大师，您就不能出手直接收了他吗？我真的可以出大价钱的。我看着他嗤笑一声，我是谁呀？我就是一小主播，哪有那么大本事？就这样，我挂了。说完后，我直接挂断了直播连线。网友们纷纷吐槽，能徒手杀鬼煞的小主播，哈哈哈哈，还能孤身战恶灵。我勾了勾嘴角，低调低调。有人替那位咸鱼小姐姐不值，小姐姐长得那么好看，居然摊上这么一个骗子，虚伪的骗子，真恶心。我笑了笑，放心，他们俩过不下去的，应该很快就会离婚了。弹幕纷纷叫好。我抬手设置好一个红包，大家准备好，今天最后一挂了哦。第3个抢到红包的网友名叫凤仙，他打赏了一个热气球后就点击了连线按钮。凤仙一连线上，就声音极低地说：大师，帮帮我。对面光线昏暗，镜头一阵摇晃。等镜头稳定下来后，才发现他正蹲在被窝里。我问他：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凤仙好像很害怕，整个人都在抖。是这样的，我家住在福安商业街这里，楼下有家设计馆。福安商业街快要拆迁了，这里的租户大部分都搬走了。我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，所以一直都还没搬。就在最近，我每晚都能听见设计馆里传来枪响。刚开始深夜被吵醒，我很生气，就直接去打电话投诉了。可物业却告诉我，那家设计馆好几天前就关门不干了。他的声音又轻又抖，配合着黑漆漆的环境，显得格外吓人。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所以在那打枪的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我有点害怕了。我家离那边还挺近的。说话间，凤仙小声地叫了一下：我怎么了？他把手机靠近窗户，你们听，枪声又响了。我今天下班的时候特意看过，设计馆里好几天都没人去过了，门是从外面锁上的。他说着都要哭了。大师，你帮帮我吧，我都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。弹幕里也涌现出来不少知情群众。卧槽，我家也还没搬，我还以为是我幻听，没想到真有啊。+1，太吓人了。信义大师帮帮我们吧，真的很可怕。他们说着说着就开始给我刷礼物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屏幕上已经飘过好几个热气球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默默站起来收拾东西。信义大师在干嘛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我无奈，你们把外勤费都刷给我了，我不得出个外勤。我可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主播，本以为今天直播能坐在家里舒舒服服把钱赚了，没想到最后一挂还得出个外勤。我把东西收拾好，拿着手机出了门。直播被我换在了手机上。等我坐车到达凤仙给我私发的地址时，已经快晚上11点了。这条商业街几乎没有人，地上还有散落的宣传单，只有后面的住宅楼上还有几户人家亮着灯，也不知道哪一户是凤仙家。走着走着，我听到了一声枪响，砰砰砰砰，还挺有规律。我在一家射击俱乐部面前站定，拨弄了一下门口的大锁，正在思考怎么进去。直播间的网友也察觉到了这诡异的气氛，这一看就是关门好久了，锁上还有灰呢。枪声确实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，有点可怕。我看了一会锁，然后从头上取下一个发卡，掰成一个特殊的形状后往锁孔里捅了捅。5秒后，咔嚓一声，锁开了。信义大师，你还有什么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我开始怀疑信义大师的副业了，哈哈哈！我勾了勾嘴角，干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开了锁后，我直接推门走进了俱乐部。这里光线昏暗，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，一道黑影在我面前一闪而过。就算是我，也被吓了一跳。下意识就要摸出背后的桃木剑，却听见那黑影开口了：“你也是来练习射击的吗？”是个温润好听的男生。握着桃木剑的手一松，我用手电筒往他身上照了照。男人长得清秀，朝我腼腆地笑了笑。但我知道他不是人。他自顾自走到射击场上，拿起枪，对着对面的靶子开始射击。
这么多天这里都没有人来，我还觉得奇怪呢，今天总算看到人了。他像是寻常人一样跟我聊天，我看了他一会儿，找了把椅子坐下来。直播间已经吵翻了，原来是人啊！不是人，我见过他，他是固平区的警察，上周抓捕抢劫犯时英勇牺牲了。卧槽，还真是！你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上过新闻的。什么？还真不是活人啊！可他这瞧着怎么感觉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呀？我看着那些弹幕，解释道，人在意外去世后是有一定几率察觉不到自己已经死了的，他们会被困在生前常去的地方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生前的活动。一般我们把这种叫做困灵。困灵不会害人，等到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时，自然会消散。呜，我快哭了。这个警官真的是很好的人，他还帮我抓过小偷呢。我叹了口气，算算时间，他也差不多该走了。我刚说完这句话，他就转头看了过来。哎，你知道这里怎么了吗？怎么突然没人过来了？我回答道，因为这里要拆迁了，俱乐部已经关门了。男人表情有些落寞，那太可惜了。他往靶子上又打了2枪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笑了，撬锁进来的。男人一听，直接把枪放了下来。他脸色严肃，这位同志，我得批评教育你一下，撬锁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，你私闯他人的。他洋洋洒洒对我说了一大堆，还真是个正义的小警察。等他说完后，我举了举手，抱歉，我下次不会了。他点点头，面色缓和了些。我抬头看向他，那你呢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男人一愣，有些迷茫地看着我。我是怎么进来的？他看了看我，又转头看了看大门。我好像就这么直接进来了。男人皱了眉，低头看着自己已经开始变得半透明的手，就这么沉默地站了好久。最后他笑了，原来我已经死了呀。我笑了笑，你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。男人指着外面，就在隔壁那条街，有个抢劫犯持刀伤人，我去阻止他，但我没想到他还有同伙。他掀起衣服，腰上的刀伤还在流血，是我不够谨慎。他问我后来呢？那伙抢劫犯被制服了吗？有没有群众受伤？我摇头，除了你，没有人受伤。他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直播间的网友早就绷不住了，呜，我哭死，眼睛尿了，根本止不住。明天我要去买束花，去墓园看看他，带我一起。呜，男人的身形渐渐的变得越来越透明。我反手往他身上打了一道符。不要啊，心意大师，你干嘛？放心，我温声道，这是安魂符。我看着男人，这道符可以让你再维持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回家看看吧。男人看着我，嘴角微扬，谢谢你。看着他的身体穿过大门，消失在街道尽头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以后再也听不见枪声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我跟网友又聊了一会儿天，看了眼时间，已然快12点了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网友哀声一片，我点击按钮，关闭了直播间。之前打在那警察身上的安魂符已经消散了。我走到阳台，面朝着他消散的地方站定，双手结印，低诵了一段往生咒。